这个龙发，果然让他家娘子和姓曹的给害了。住进这宅子，却发现尸体，若置之不理，就说不清了。可若介入，便要和官府打交道。如此说来，卢凌风，你需先去拜见刺史。死状并不奇特，颅骨后侧塌陷，应是锤子之类的钝器猛击后脑而亡。若杀人者用的不是横刀，那这把刀就不是凶器了。但为何会被一同扔到井里呢？这刀看着还挺新的，应该是新打造的，做工还算精美，可这刀身却比朝廷制式要宽了半寸，应是民间打造。按我大唐律，民间百姓可打造刀、弓、剑、盾，还有短矛，但工匠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。这把刀上，在这儿，老费。哎，韩州墓记。南凌风，太阴会。谢御史给的平帖倒是派上用场了，不然查案名不正言不顺啊。尸体是从这个宅子里发现的，不管怎么说，都要从这个宅子的主人查起。罗凌风，上面的韩州墓记，这应该是个铁匠铺啊，不出意外就应该在城里。这条线索倒是好查，不过可能会凶险一点。哎，看样子是要兵分两路了，怎么分呢？这样，我和平帖是谢御史授予你的，发号施令这种事儿，也得你来。哎呀，那我和喜君查铁匠铺，你与樱桃查这宅子的主人，如何？啊。哎，我呢？季师公，他的意思是，你随便。我随。你可在家喝酒？你那儿不是还有很多吗？那不行啊！从南州到长安，再加上这次一路西行，我飞机师除了是个神医之外，我现在感觉我还有点像神探呢。既然说铁匠铺凶险，那我就跟你们去铁匠铺。算答应了啊！嘿嘿，再喝点酒，好睡觉。睡醒了，明天好探案。哎，哎。这州市虽繁华，但最多只有长安东西两市一半大。木记铁匠铺应该不难找。哎，我打听到了，韩州能锻刀的铁匠铺，一共有3家，都在这条街的尽头，直走就到了。老飞，有家烤鸡很香。鸡在哪儿呢？就在街口那儿。嗨，别取笑了，嘿嘿，先办正事，鸡一会儿再说。办完正事，鸡都卖完了。喜君，带着老飞先去买鸡。季师公，卢凌风比你眼尖，你就听他的吧。走吧。
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们什么人啊？抓我干什么？待会儿就知道，不许出声。你去铁匠铺干什么？说。我想打刀啊！鬼鬼祟祟的，我看他就是太阴会的人。什么太阴会啊？我就是个老百姓，之所以迟疑，是没想好打个横刀还是打个短矛。我想回去问问家里的娘子。少废话，先押回宫县。走。干什么呀？走。尸体。介意不说话，就在这儿说吧。那龙发顶多出门做个生意，怎么会被杀？再说了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还下井查尸体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是新任云顶县县尉的属下，并有朝廷监察御史的命令，命我们一路查案。现在我要马上见到那个阿弥，向他询问一些事情。阿弥现在住哪儿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啊？樱桃，曹老板，租出去的屋子里面死了人，你不管吗？那我们只能一起去本州官谢理论了。哎，这真的假的呀？说说这死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说一说啊。没有死人，哪有什么死人呀？你看我交这个朋友，老跟我开玩笑。告诉我，阿弥到底住哪儿？我的姜卖的贵，你不会买的，赶紧走。贵，就算我身无分文找你要一块姜，你都得给我。我凭什么给你？你不但要给我，还要给我送到家里去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叔叔啊，是他。廖刺史，你认识啊？那倒也不算有眼无珠。我叔叔啊，最近身体寒，需要多喝点姜汤，去寒气。廖刺史要姜，吩咐一下就行了，还用得着派小姐上街买？那就吩咐你了，跟着我把这些姜送到家里去。小姐，我这里有公事。廖刺史的身体不是你的公事啊！我倒要问问马蒙，怎么管教你们的？别，小姐，这些姜我给您送回家去便是了。快点儿！还好你提前见过刺史，我让细菌画了这幅画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主意不错吧？我以为你喝酒早把自己喝糊涂了。嗨，没有。你可以瞧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瞧不起酒。你信不信？到里边3句话，我就能问出个所以然。这可是你说的，3句。3句。哼。你们老板呢？这也算啊？哎，老板忙着呢，你们就说打什么吧，横刀、短矛还是其他铁具？把他给我叫出来，就说太医会的会主到了。上次说不再给你们打兵器，是我家老板的意思。
不关我的事。嘿嘿，怎么样？有你的！你，原来你们是蒙我的。刚才我可什么都没说。怎么回事？老板，他刚才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说是太阴会的，还是什么会主，我被蒙了。你先进去。二位是？你这铁匠铺给太阴会锻造兵器，还是横刀？他们是反朝廷组织，你可知罪？哼，上来就兴师问罪啊！看二位不是公谢中人。嘿，我们确实不是本地的官儿，可，哎，你那个掏出来。朝廷监察御史谢念祖巡按西边，授予韩州云顶县县尉卢凌风，也就是他，在赴任途中随机探案之权利。听明白了吧？如果你不信的话，可以随我去刺史府问询。哎，穆某不敢质疑。况且，上官仪表堂堂，断非不良之人。哼，算你有眼光。给太阴会打刀是3个多月以前。我锻造的横刀比别人都贵，2500钱一把。一般锻造的冰铁横刀也要2000钱了。何况有人说你木林郎是韩州最好的铁匠，我接受这个价格。那我就给你打一把。不，我要10把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商人。那你是不是要的太多了？最近东西商路不太平。我的商队往返沙州、洛阳，手里没点可靠的家伙，遇到成谷的盗匪又当如何？这是定钱。商队打造兵器防身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再说了，那个年轻人面相贵气，一看倒像个有钱的富商。可没想到，几天前。告诉我，这10把横刀，哪一把是最先打的，哪一把是最后打的？就丝毫差别。木林郎，你发财了。走吧，跟我进山吧。进山？进什么山？太阴山。你们到底什么人？太阴会。别害怕，你看我像凶神恶煞吗？你们是反朝廷的，无人不知。那又如何？开膛那俩父子当年不也是反朝廷的？你这铺子太小了，跟我进山吧。我给你造最大的铁匠铺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那么多的铁，但像你的好手艺，总会有打不完的兵器，挣不完的钱。干得好，我会让你当官，负责督造兵器的大官。总之，我保你以后尽享荣华富贵。那我要是不肯去呢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手下脾气不太好，
大唐之境朗朗乾坤，你们敢把我怎么样？好像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。好吧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。3天之后虚出时分，我来找你。能赚那么多钱，你为何不去？哼，我木林郎开铁匠铺，当然是为了养家糊口。但我最爱的是锻造横刀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挣钱。我要打造大唐最好的横刀，斩杀奸恶。所以啊，金银打动不了我。说得好，太阴会今晚就会来，你当如何应对？那日他们一走，我便告诉了马参军，他答应会来保护我。看来门口那个卖姜的，果然是马蒙的人。虚出时分，我也会来凑凑热闹，但我的身份，请不要告诉马蒙。千万不能说啊！有人吗？应他！你是什么人？在这儿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你说干什么？你应该就是宋阿弥吧？毁了我这些布，赔我。你不装神弄鬼，我会毁了你的布。谁装神弄鬼了？那你大白天的画成这样做什么？画的美，自是给男人看的。你妒忌？你，他是你随从吧？我要你陪我。啊，这被损坏的布我会照价赔偿，但是有些事情我要问你，你需如实回答。问，是这样，我们通过密宅铺的曹老板租了你在金沙街的宅子，但他讹了你们，那你去找他呀。1个月1500钱，应该不算讹吧？什么？啊，这价钱是多少低了点儿，但我们住进去以后，在你家后院的井中，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尸体？不会吧？是一具男尸。宅子好好的，你们住进去了，怎么就出现了尸体？你面带儒雅，一看就是个读书人，不会是你这随从身上有邪气吧？你说谁？少在这装腔作势，妆容再浓艳，也盖不住你不是一个好女人。否则，怎么会看上曹双丽呢？你说什么？你敢说你跟那姓曹的没事儿？滚出去！你让他滚出去！哎呀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得跟着你们过来看看，否则你们又会去密宅铺捣乱。那宅子，你多少钱租出去的？阿弥，这事我得跟你解释一下。路上解释吧，
你的宅子里发现了尸体，你总得去看看吧？他们是官家的人。等着。你，外面等。哦。这不是龙发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曹老板，你说这不是龙发，问题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死者是谁啊。昨日不是怀疑说我杀了龙发吗？哼，我那时那是为了租宅子，谈一个合理的价钱，而且当时也没发现这尸体啊。你。哎呀，你绕这么多弯子干什么呀？我猜这是龙发不行吗？死在这宅子里的最有可能就是主人。那虽然阿弥说他出去做生意去了，我没说过。你是没说过。那我兄长肯定也是出门做。等会儿，你兄长啊？这些年我一直跟他干，他拿我像阿弟一样信任，我敬他如兄长。那密宅铺是龙发的生意啊？我兄长狡兔三窟，就让我再想个买卖。我这想来想去，觉得倒腾宅子比较赚钱，就开了间密宅铺。阿弥，你刚才说龙发没有出去做买卖？他做皮货生意，以前确实会到附近乡里收货，一出去就是10天半个月的。但这一次，他是出去躲债了。躲债？他好赌，最近欠了很多钱，债主随时会上门。不躲，难道等死啊？龙发离家前，你们一直住在这宅子里？是。他是何时走的？你又是何时搬出去的？3天前，他说木时走，我申出就先搬到血染房去了。邻居可作证。为何要把宅子租出去？是龙发叫我租出去的。皮货店也被债主收了去。他说，只要住进外人，就算债主找上门来，也没那么容易就把宅子收走。龙发失踪前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，或者说，他跟什么人接触过吗？龙发有几处宅产啊？皮货店、密宅铺和血染房之外，还有3处宅院，说了2处，就剩下这1处了。哦，还有个兽骨场，收了猎物取皮存骨的地方。虽不小，但在城角荒僻之处，不值钱。若没问的，我要走了。曹双立，哎，租钱在我这儿呢，一共是。闭嘴！这么好的宅子，短租才租1500钱，你还好意思开密宅铺？怎么不去死啊？哎，你别急呀！哎，这个宋阿弥看着不简单，就这么让他走了。我观其神色，他似乎预想到
有这个死尸，只是死的人出乎他的意料。这包银挺的布，便是出自他的染坊。那我跟上他。你不是看他不顺眼吗？我跟。这街上人可真热闹。别跟着我！你。哎，干什么的？来这儿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找乐子的。我来对地方了吧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到了酒坊馆，就没有找不到的乐子。告诉我，刚才进去那位女子是来找什么乐子的？她应该是去了事堂了吧？前2天就来过。了事堂。啊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大哥。死的是那个杀手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废话！我了事堂开了10几年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。再说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失手啊？没失过手？你很熟悉他吗？还说是太阴会的，他真是个杀手？我怎么觉得他蠢得像个杀猪的？退钱！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杀手。介绍什么？我男人现在连影子都没有，去哪儿杀？什么？要杀的是你丈夫？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算了，哎，别走啊，陪我喝2杯，回头你男人找着了，我还替你宰了他。谁打的？你男人？你男人真不是东西，我一定要宰了他，给你报仇。我从来不打女人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疼你的。好你苏阿弥，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枪！好你苏阿弥，居然敢背着我跟人偷枪！不是我，是他。你是什么人？不想活了吗？哎，兄台不要误会啊，这个女人她，我的女人，还轮得到你指指点点的？我告诉你，司法参军马蒙是我的故交，你想下大狱吗？哎，千万别，千万别！退钱！还说那杀手是太阴会的，背后有靠山，所以要跪下。结果死在我们家井里，你们要不住进去，烂了都没人知道。我当年也有机会嫁给读书人的，可惜我图卢发有钱，跑过苦日子，结果过得更苦。
樱桃，你。哎，樱桃。哎，怎么，他不是你的随从？那是妻还是妾呀？都不是。也骗人。我是没办法，才把自己画成这样，不然鼻青脸肿的，吓人。就想杀他了。那天他说牧师走，我一早去了辽氏堂。你给我看这干什么？这是太阴会的标志，一般的武艺想入会，人家要吗？这么说，他很厉害？那是，从没失过手，所以你得多付3成。行，我多付。你一定给我干漂亮。放心，保证死不见尸。你们去找我，说发现了尸体，我还以为他得手了。义兄，案情似乎已经清晰。龙发好赌，每次输钱后都会殴打妻子。阿弥忍了很多年，不堪其苦，雇了杀手要除掉丈夫，结果反被龙发所杀。现在只需要找到龙发。哎，我觉得查到这儿就差不多了。死的毕竟不是什么好人。命案探查，不应以死者身份而论短长。说得好。这句也是你们恩师狄公所说。这句话是未来的卢公刚说的。哎，哼，阿弥啊，龙发残暴固然可恨，但你雇凶杀人，实不应该。你被恶人之罪所裹挟，最终自己也会陷入地狱。难道你想跟他一起毁灭吗？可我还能如何？为何不与他绝婚？绝婚？如果你信任我，我可以帮你起草文书。可现在晚了吧？我雇凶杀人，难道不是死罪？这是两回事儿。等案子水落石出后，会对你有个公正的判罚，但这不影响你解除这段婚姻。阿弥，虽叫你回去，但你不能擅自离开韩州。我真的能绝婚吗？当然能。刚才我义妹不是说了帮你写好文书吗？我绝婚后还可以嫁人吗？当然可以。我要嫁一个像你这样的读书人。苏阿弥，你真不知羞耻！他说了，你既不是他的妻，也不是他的妾，我这些胡言乱语，关你何事？你。
要不然你跑吧，不然他们真会抓你的。把手放开！阿米，我是不想让你坐牢啊！放开！我已经答应苏无名了，怎能言而无信？你走。我不走，这个时候我更应该陪着你啊！直说吧，我跟龙发结婚后，也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你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龙发的贤弟？你若真拿龙发当兄长，该对我动歪心眼吗？那是阿米你太惹人怜爱了。阿米，嫁给我吧，我一辈子保护你，不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。虽说姓龙的是我兄长，可凭他这么对你，他要是敢回来的话，我一定杀了他。这是谁呀？龙发，只有他这样敲门。你不说他出去躲债了吗？怎么现在回来了？如何是好啊？赶紧去找他。找他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你在门口，他一进来，你就从背后下手。你疯了呀！你要为我杀了他，这是你刚说的。阿米，你直接去给他开门。我怎么办？我不开门，他会打死我的。至于你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，我不管。不好了，龙发在染坊，你们快去抓他呀！你见到龙发了？那倒没有，不过他敲门2长3短，阿米说就是龙发，他可是杀人凶手啊！你们赶紧去呀！谁说井中的死人一定是龙发杀的了？可是，龙发一推门，肯定会发现屋里聚管男人，那阿米就没命了呀！你先出去。罗林峰，抓个打女人的赌徒，我就不去了吧。对。卢县尉有要事在身，就在虚出时分。那这样，咱们兵分2路。樱桃，你跟卢林峰一起去。不用。哎呀，这太阴晦，不可小觑啊！让樱桃跟你同往，多少是个照应。万一那个杀手真是龙发所杀，那这个人也不好对付。此时韩州形势变化莫测，你们4人最好不要分开。樱桃，他们的安全全交给你了。罗林峰，我是即将上任的云顶县尉，谢御史授我沿途查案之权。你是我的私人主簿，不受调遣，还要支配我不成？不敢。你带上这个，你们查的是命案，若遇上州里的捕贼官，需要此文凭。还有，舍利放在我身上不安全，一旦遗失，你先帮我收着。你这是已经预感到今夜就要大动干戈了。你多加小心。快！
谁把你打成这样？还能有谁？龙发呀！铃铛，细菌，给他换身衣服。他没有死，他回来了。干什么呢？怎么这么慢？没什么，染了一天的布，累了，迷着了。去把兽骨场的地契给我找出来。兽骨场，那偏僻之所不值几个钱。再说，你不是答应我不再赌了吗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2个，谁来了？没谁。没谁。我不在家，能耐大了。真的没谁，是我想念夫君，到了2万整。听见我敲门，奸夫才跑的，你还嘴硬！阿弥，曹双礼，我在呢。你去帮我杀了龙法，我就嫁给你。啊，我这种触犯律法的事儿，我曹双立还是很慎重的。滚！不是，龙发杀了人，官府肯定会砍他的脑袋的。他死了，我还是愿意娶你的。滚！谁去帮我杀了龙法？我愿一生与他为奴。老板，时辰到了。你若怕，逃命去吧。我不怕。对不住了，老板。你们2个也走吧。我们誓死跟随师傅。马三军，时辰到了。抓那铁匠出来。是。
队。是。去吧，把木林郎请出来。是。来了。住手！莫杀我徒弟，不就是让我跟你们进山吗？出去走！木林郎，我敬你是个好铁匠，礼数已尽到，你却想与我拼命。我木林郎是大唐的铁匠，绝不会随尔等谋反。我太阴会众若有这番豪气，何愁大事不成？这个木林郎我请定了，你们就是抬，也要给我把他抬到山上去。是。别杀了他！灵猴公子，小心！杀了我吧，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。抬走。哎，你把铁匠抬走，谁给我打麻将啊？兄台好雅兴，留着命慢慢喝酒吧，少管闲事。那可不行，好酒7口独享，我敬你一口。我敬你一口好酒，你却批我葫芦，不识好歹。你不是韩州人士。你甭管我是哪儿的人，毁了葫芦你就得赔。看你这身好武艺，有大将之风，可我手无寸铁，你这样合适吗？若是切磋武艺，你空手，我定放下长枪。但是对付尔等叛逆，岂可手软？没事吧？多谢陆县尉，你还真是言而有信之人。穆兄的那句“我是大唐的铁匠”，听得卢某热血沸腾，敬佩不已。只可惜，我可以打造出大唐最好的横刀，却没有你这样的武艺。逆贼休走！我得走了。吴平，
你也去了铁匠铺？是啊，我想戴罪立功，在暗中接应令狐护军。那你倒是出手接应啊！怎么，你是来看我笑话？护军饶命，务平不敢看您的笑话。别！我认识那个石匠的。如此小事，令狐硕居然失了手。对呀，我怀疑令狐护军是故意的。若想拿一个铁匠，3日前为何不动手，还透露了今日要去的时辰？那不是等着官府设下埋伏？袁连军，你想，你细想。令狐硕见过袁领军。令狐硕，会主怀疑你不忠。是骆校尉在领军面前告了我的状吧？是又如何？我都是如实禀报。你抓一个铁匠却兴师动众，假意让我等兄弟为你引开官兵，实则就是想害我。若我等兄弟身陷囹圄，太阴会岂不受损？抓一个铁匠确实不用兴师动众。你看，他承认了。但若想引出灭我千重渡分会的罪魁祸首，冒点风险不值吗？骆校尉，我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，你若想扳倒我，爬到护军的位置上，还是要多用用脑子。来，嘿，喝酒啊！虽然那个什么太阴会的会主没有拿住，但好歹是见了面了。你跟喜军说说，让他明天画出来交给刺史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那人年纪轻轻，不会是会长。不过他轻功很好，不用刀枪，拳掌功夫也极为厉害，尤其是左手。左手。陆凡，他怎么了？陆凡抓走了曹双林。阿敏，我想过了，我还是想娶你。要不咱们私奔吧，离开韩州。这些年我在密寨铺赚了一些钱，再加上我做生意的本事，就算到了长安、洛阳，我也养得起你。你还是头一回这么硬气。原来奸夫竟是你，曹双立！兄长，谁是你兄长？兄长饶命！老法勒住了曹双立的嘴，让他交换不得，还捆了手脚，说要扒下他的皮，剃光他身上的肉，搅出他骨头里的油来。太可怕了！这是什么杀人的方法呀？这是猎人打死野兽后的处置方法。阿敏，我记得你说过，那龙发有个兽骨场。快带我们去！
什么都没有。这兽骨场连兽骨也不见一根。不对啊，前几天我还来过，这里四处堆的都是兽骨。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被龙发给卖了，有术，所以才要地契，要把这兽骨场也卖了去赌。看来兽骨都被运走了。谁？今夜怎么没有带长枪啊？范阳卢凌风新任云顶县尉，是你吗？就是他，胡军，让我为千重渡的兄弟们报仇！如何之中报仇？这是了夺江山的机会。太阴会的会主也是废物！住手！令狐护军，莫被蒙骗，赶紧杀了他走人！就凭他污蔑会主，非杀不可。只是我想知道，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呀？我离开长安一路往西，就是慕韩州太阴会会主之名而来。你们带我见到他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会主是他想见就见的，赶紧杀了，别招惹麻烦。洛谦，身为校尉，在护军面前发号施令，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你也怕死啊？不怕，只是心有不甘。你既已知道我的身份，应该不难打听到我是怎么离开的长安。不信我，那就杀了我。反正离开长安后，活着的每一天就已经是赚到了。胡军，莫被蒙骗，让我报仇！卢凌风，我就问你，所谓夺江山的机会是什么？你若不说，就去死。除非你就是太阴会的会主，否则我说与不说，都是死。吴平，是你认出了卢凌风，在亲手为了千重渡老金令和兄弟们报仇，便是立了大功。太阴会一向是有功者晋升，今夜之后，你便也是校尉了。多谢胡军。怎么了，老费？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卢凌风他怎么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卢凌风武功高强，在韩州根本就没有对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看来那兽骨场是个圈套，而目标就是他卢凌风。可我们初到韩州，并未与人结怨，莫非幕后黑手仍来自长安？那曹双立和井中发现的尸体一样，
颅骨后侧塌陷，死于头部遭重击。我想，凶手应是同一个人。而此次验尸可以断定，凶器并不是锤子。为什么？颅骨后侧塌陷，留有深坑，可周边头皮却并无破损。这是什么兵器造成的？我苏明还从未见过。哎呀，这么说来，韩州有高手啊！那罗凌风岂不是死定了？你胡说！对不起啊，季叔公，没事儿，是我胡说，我是胡说呢。喜君，你一夜未眠，早点休息。他卢凌风身经百战，此次在韩州，我想他一定能化险为夷。他不回来，我不敢睡。吞冰土！图在哪里？令狐硕竟有这般武艺！是啊，当时我都吓着了，谁知道他还隐瞒了什么？太可怕了！这种人万一对会主不忠，那可怎么好啊？之前我就提醒过您，这个令狐硕居功自傲，一直想取代您。只是正是用人之际，统军又对他格外赏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您就不该把他引荐给统军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知道你想往上爬，但不可不自量力。令君，我是在担心您的位置。去传我的话，叫他立刻处决卢凌风。是。处决？可我已查明，姓卢的确实是被贬出长安的。他之前做过金吾卫中郎将和大理寺少卿等要职，且与那个刚登基的新天子，还有那个把控朝堂的公主，关系极为密切。那又如何？我们起事后，必以韩州为中心向四周征战，借此，唐廷的边塞屯兵图就是一件至宝。假如他真是带此图来韩州投奔会主的，现在杀了他，你的项上人头有几颗呀？但领军的意思是夜长梦多，别因为一个卢凌风给太阴会带来大麻烦。既然没在身上，那就应该留在了落脚处。你去，把他的同伙都抓起来，再好好搜查，把图给我找到。可韩州这么大，谁知道他在哪儿落脚啊？那么多客栈都查一遍，太容易暴露了吧？哼，你真以为那几个长安来的是傻子？他们根本没住客栈。给，这是住址。没有。撤！走了，上来吧。
真的来杀手了。五哥，穷凶极恶。哎，苏无名，这次算你救我一条命啊！咱俩扯平了。此刻，这里应该也不安全了。神神叨叨的，让我睡会儿行不行？我说的是此刻，老费，你要想再多喝几十年酒，多吃几千只鸡，就先随我找地方躲一躲。哎，我跟你去。罗令芳，空！你那几个同伙都被我抓了，那个叫苏无名的，一番严刑拷打已经招了。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边塞屯兵图，就是知道我太阴会起事之后需要此图，所以编出来的。对苏无名严刑拷打，然后他就招了。对啊，你高估这个同伙了吧？你笑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对他根本不用严刑拷打，他自会吓得跪地求饶，什么都招，所以你在骗我。令狐护军啊，你这个属下真是个废物。其实我刚才所说的才是骗他的。苏无名虽一介书生，但是一身硬骨，你们拿我都没办法，又能奈他何？拖出去，埋了。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不惧死，但空留遗憾。想我卢凌风，曾一心为社稷长安洛阳，谁人不知，却被奸佞陷害，被迫西行，欲携屯兵图，投奔明主，却不想落得这般地步。我今日一死，世上便再无此图，也挺好。来。停！坐下。你真的有屯兵图？说是边塞屯兵图，但实际上只是西域的。那就甚好。何人所绘？我的表兄，明威将军萧伯昭。萧伯昭，我好像知道此人，在安西军中吧？你记错了，萧将军已死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就是殿中见萧什么之子吗？你又记错了，萧伯昭乃前兵部尚书萧高之子，出自兰陵萧氏齐梁房。哦，那图在哪里啊？在我心里。心里？罗某从小过目不忘，为了让长安不生怀疑，早已将图记在心里。原来如此。你画给我吧，我赏你金饼100斤。你不是受朝廷排挤吗？不如拿了这些黄金，自此逍遥江湖，可好？不好。你拿我范阳卢氏当什么了？那你怎样才肯画？共谋大事者，可得此图。但尔等，哼，不配！令狐护军少跟他废话，赶紧活埋了这个狂徒！放肆！你的上司说你放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太阴会乃段轨后人所创，图的是大业。得屯兵图者，
就相当于掌控了半个西域，这岂是你这种小喽啰所能领悟到的？你什么？丢人现眼！莫让卢将军笑话！退下！对不住了，卢将军，我拉你上来。慢着！我何时能见到会主？若不能尽快安排，便干脆活埋了我。我卢凌风在长安受奇耻大辱，以决意反唐。若不能成功，还不如长眠于此吧。卢将军莫急，令狐尽快安排。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。老费，哎，你留下来等卢凌风。樱桃，你到街上去打探打探，看看有没有太阴会的消息。喜君，你随我去见韩州刺史廖信。刺史很忙，没空见你们。家父乃前任吏部侍郎裴坚，管家可向刺史通报。说了，回去吧。哎，留步！又怎么了？魔石大师的舍舍利乃韩州至宝，天下至宝。可惜韩州惠安寺只有半颗，而另半颗，请，快请！不，我亲自出去迎接。苏先生，裴小姐，魔石大师的舍舍利。武功苏无名，长安裴喜君，见过廖刺史。啊，里边请。这个监察御史，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啊。虽然不能说他完全没这个权利，不过也无所谓了。说说魔石大师。魔石大师曾在长安与韩州间的金刚寺译经，并在那里化道成佛。没错，是有这个典故。我等从长安出发，一路向西，在路过深县境内时，无意中发现了金刚寺遗址。当真？若不是找到了魔石大师的半颗舍舍利，我也不敢断定那就是金刚寺啊。魔石大师圆寂之时，舍化舍利，据传，半颗留在韩州，半颗送往金刚寺，竟是真的。舍利在你身上，快拿出来让我参拜。我等一行5人，在金刚寺遇险，虽历经了千辛万苦，但我们确实把舍舍利带到了韩州，只是不在我们俩身上。那在谁身上？快叫他们过来呀！卢凌风，舍利在他身上。就是这上面说的，新任云顶县尉。是。既来了韩州，为何不来见我呀？卢凌风恐已落入太阴会贼人之手，想要舍舍利，赶紧派人救他。这里面怎么还有太阴会的事情？来人，把田畴和马蒙叫来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咱们见过面吧？苏某确实有幸曾见过马参军。那个大个子就是卢凌风，既是新任云顶县尉，当时为何隐瞒？哎呀，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刚才是他们说的。昨夜铁匠铺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现在卢凌风十有八九是中了太阴会的圈套，你赶紧想办法去救人呐！马蒙再次请命。
进山围剿太医会。进山围剿不得调兵吗？兵都调走了，惠安寺怎么办？韩州仓怎么办？太阴山确实是叛贼的老巢，可卢凌风是在韩州失踪的呀。你先给我找人去，记住，他身上带着魔石大师的半颗蛇舍利，一定要给我找回来。若与惠安寺的那半颗蛇舍利合二为一，那可真是我韩州的大幸啊！马蒙领命。马蒙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万一卢凌风已经被裹挟进山了，那可绝不能让蛇舍利落入太阴贼人之手。田长史，你赶紧去都督府借兵，就说我下定决心，要彻底剿灭太阴会。遵命。这位田长史一直都没有留过胡须。胡须啊？怎么问这个？啊，我有一位故人跟这个田长史长得很像，只是我那位故人他蓄有胡须。卢凌风竟然把令狐护军骗了，还让我给他放哨。待会儿等他喝多了，我非宰了他。一个字：忍。以为见会主需要进太阴山呢，没想到就在这城中的酒楼啊。见会主不急，总得先让卢兄填饱肚子才对。也是，还真饿了。之前让卢兄受委屈了，令狐硕敬兄台一杯。从断轨割据韩州到现在近100年，你们能坚持到今日，还真叫人肃然起敬啊！卢兄真是在长安就听闻过我太阴会？那是，所以我见你们会主之心，还是很迫切的。吃饱喝足，我就带你去。不知为何，与君一见如故。你一身好武艺，更有虎胆，令狐硕佩服。哎，该说佩服的人是我，什么虎胆武艺，还不是落在你手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参军，发现那个卢凌风了。哦，在哪儿？在金沙酒楼吃喝，还有几名疑似太阴会的人在给他当保镖。原来是此等失踪。召集人手。是。就在2楼。
勾结太阴逆党，你想造反？你小小年纪，就爬到了司法参军的位子上，我屡建奇功，却无辜被贬，有何不能反？居然承认了！卢兄，干什么去？你下面几个兄弟正被围攻，你我合力营救。不必，外面的那个校尉名叫洛谦，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，甚至陷害你。今天正好叫他吃吃苦头。我们走。令君，吴平和我手下3人全都被杀了。我怀疑，不是怀疑，我肯定，令狐硕通过卢凌风和韩州府勾结在一起了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巧？我们刚到金沙楼，马蒙就到了，而且他和卢凌风安然无恙。令狐硕对会主不忠，不忠。他们人呢？不知道。我猜令狐硕会带卢凌风上山。袁令君，事已至此，不得不防。据说从前匈奴人就是用兽骨做箭头，一箭穿喉，胜似铜铁。会主此次想到用兽骨做弩箭，真是绝妙啊！会主奇技横生，英明神武，有了这些箭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只是最近令狐硕行踪可疑，我怀疑他对会主不忠啊！大批的兽骨是谁找来的？这些兽骨能做10万支利箭。令狐硕若是对会主不忠，何人忠？我知统军一向偏爱令狐硕，只是自从卢凌风到了韩州，他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得不怀疑呀。就像这次欲带卢凌风进山面见会主，这元和在太阴会苦熬了30载，都未见过会主。那姓卢的底细尚未清楚，一旦会主危，则太阴危呀。是啊，元和，你也跟了我30年了，当初找不到会主，被迫削发为僧，忍辱偷生，不容易。但黄河之水总是后浪推前浪，你不会怕令狐硕立功，爬到你上头去吧？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既是领军，也是您的亲传弟子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我都是为了太阴会，无半点私心呐。那就好。九方馆那边箭做得怎么样了？已完成5万支。很好，让他们加紧打造。起事之日将至，耽搁不得。弓弩之箭虽已解决，但横刀、长矛等兵器严重不足啊！不急，唐廷的军中不是有吗？待攻下韩州城，何愁抢不到兵器？我现在最担心的，还是会主见卢凌风的安全呐。
不出这个月，杭州城头上的旗帜就得换了。令狐兄像是城主在胸啊！这杭州可是有重兵驻防。小看我们。实不相瞒，杭州城四面县里、乡里的百姓，多是我太阴会的会众，一旦召集，就是10万大军。可新天子颁布了限铁令，要打造出一个虽行千里不耻齿兵的安全之境。你不是也在找铁匠打刀吗？虽有10万之众，兵器呢？特别是弓弩之箭，到哪里去找？这就不劳卢兄费神了，一切尽在会主掌控之中。走吧，你我快马加鞭，1个时辰便可进山。撤！这是什么在叫？800里太阴山绵延不绝，生有各种怪禽奇兽，马儿害怕很正常。哎，不用管马匹了，自会有人打理。还有多远？不可说。还是不信我？不，若说之前不信，那是真的。但自卢将军一脚将马盟踹下酒楼，我便完全信任。我所谓不可说，是上山险绝，无法用言语描绘之意。要知道，官军曾多次入山，但从没有找到过太阴大寨。走吧。这太阴山中果然别有洞天啊！见过令狐护军。每个王朝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颜色，如秦朝，属水德，故而上黑色；千隋，属火德，于是上赤色；而火生土，于是大唐上黄色。你们太阴会为什么每个颜色的旗帜都有啊？各王朝依据五行之说，只取一色，但我太阴会认为，5色之气充满天地才为大同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不同颜色的旗帜下屯驻人马的数量也不相同，以金木水火土相对应的颜色依次减少，最多的金卫可屯驻1000人。太
太阴会会主确实厉害，可我知贵会之前遭遇大劫，被唐廷彻底剿灭过，是何时重整旗鼓的呀？3年前。3年？3年竟能有如此气象，贵会会主真是个奇人也，定是德高望重、运筹帷幄的前辈吧？说出来你也许不信，我至今也没见过会主的真容。在太阴会，只有统军一人能见到会主。这么说，你还没有得到会主的信任？那倒不是，这里的一房一屋都是我督造的，包括会主的住处，每个暗室、每处机关，甚至每一个逃生的出口，我都了然于胸。我见不到会主，只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小的护军，不急。只要能建功，便可升迁。我期待有朝一日做了统军之后，那便可日夜跟随会主左右了。哦，不管如何，能笑聚山林，吸引那么多会众，贵会会主必不是凡人，让人钦佩。走吧。对了，到了大寨，卢兄可先休息。哎，我不累，见会主之心急切呀。嘿，那也不行，太阴会主自然要到月亮出来时才能见到。原来如此。卢将军，请吧。你不一起吗？令狐没法越级进谏，会主如此信任卢将军，我羡慕得很，还请莫辜负了会主。嗯。卢林峰拜见会主。范阳卢氏。是。前金吾卫中郎将，大理寺少卿。是。年纪轻轻，在唐廷能做到这个级别的官，应有些本事。卢某虽少年得志，却仕途坎坷。有幸的是，今夜能站在这里，与太阴会的会主共谋天下。那就把屯兵图画出来吧。可你又如何证明你就真的是太阴会的会主呢？这是什么野兽？放肆！此乃我山神，通天犀。哦，犀牛而已，如何通天？山神原本只是普通的锯齿犀，但100年来吸收月光之精华，逐渐变得高大无比，为800里太阴山群兽之首。故尊称通天犀。我若不是会主，如何号令山神？现在你可以画屯兵图了吧？怎么画不出？卢凌风，我早就料到你有诈。来人呐！且慢！
你是？放肆！你个小小后军，竟敢擅闯本尊的大殿！你不是会主，统军何在？我要见统军。统军为什么要见你？统军根本不相信卢凌风诚意归顺，故命我试探，没想到竟试出了你令狐硕也居心叵测。元和，你竟敢假扮会主，还不将他擒了？洛谦，令狐硕，你仗着统军信任，一向张扬跋扈，今天你跋扈到头了。你们竟对会主不忠！既然不是会主，废话无用。猎户护军，不要想着救我！我死则死矣，你要多加保重，莫被他们害了。让你多加保重，怕你被我们害了。你与卢凌风早已结为同伙。不是这样的。猎户兄，是卢凌风计划不周全，连累了你。令狐硕，你对会主不忠，你被卢凌风骗了，可谓愚蠢至极。今日之事是你咎由自取。姓卢的，你害我！这是哪里的话？你我不早就上了一条船吗？幸亏会主有先见之明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令狐硕，你就陪着卢凌风一起做美味吧。元和，你借刀杀人！你借刀杀人！我要见会主，见统军，统军会还我清白的。哎，别喊了，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理你的。卢凌风，没想到竟是你害死了我。这不是还没有死呢吗？刚才那个假会主说什么，把我们做美味？这里又不是厨房，如何做得出美味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我将变成美味。现在你懂了吧？这地方叫美味窟，是太阴会专门处决犯人的，被扔下来就会变成为山神的美味。慢着，山神不是通天蜥吗？怎么变成老虎了？我们喂山神都不够塞牙缝的，这老虎吃了我们后，自然就成为通天蜥的美味。难怪听说长得巨大。吃老虎啊！
你的祖权真厉害，我曾斗过一只老虎，是幻术所化。可今天这只是真的。若不是你及时出拳，卢林峰小命休矣。还是你武艺好，若不是你牵制住了他，我拳头再厉害，也没机会。令狐兄，救命之恩，谢了。你是故意陷害我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把我扔下来。因为我曾和你说过，这里的每一道机关和逃生的密道，都是我督造的。是啊，若不是把你连累下来，我必死无疑。出此下策，只为求生，还请令狐兄海涵。我以为我够聪明了，怎么碰到一个比我还狡猾的？狡猾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。不过还真的被你猜对了。我当年建造这美味窟的时候，确实不只有逃生的密道。这个位置坐着就是舒服啊！恭祝元领军早日成为太阴会会主。这是什么话？我只是个领军而已。今日除了令狐硕，太阴会上下再也无人能与您相争了。我听说统军是个100来岁的老人，早晚还不归西。到时，您就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阴会统军，只有统军能见到会主。到时您要想长久坐这把椅子，就吩咐洛谦，把那假装神秘的会主，隔墙有耳。放心，外面都是我洛谦的亲信。你这说的都是后话，说到底需先成大事。啊，对了，给姓陆的都督送钱了没有？送钱的日子就是今天，看时辰，应该正好送到。好，只是从姓陆的到任第1个月起，我们就给他送钱，每个月10块金饼，连送了10个月。可是姓陆的也没帮我们做事啊。这你就不懂了。统军说，只要陆思安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帮了太阴会的大忙。那个廖信，口口声声说要救人，但我看他图的就是那个舍利，还有那个司法参军马蒙，说什么卢凌风成了太阴会的人，真是胡说，简直就是放屁。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见到这个大都督陆思安，不然明天我们就会有牢狱之灾。凭什么抓我们？卢凌风都成了太阴会的人，人家一定会怀疑我们是卢凌风的同伙。可我们已经等了1整天了，那个大都督就是不见咱们，这正门又进不去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正门进不去，要不我们去后门试试？你是什么人？把钱都给我拿出来！怎么，你这是要劫道啊？少废话，不想死就快点！
你从都督府里偷东西，我们都没喊人抓你，你还想顺道抢个劫？我就劫了，怎么样？领导，金子，这不是一般的盗贼啊！他居然能从都督府里偷出金饼。不，我是来给陆思安送金饼的。信口胡说，居然还敢栽赃都督！我说的是真的。陆思安来杭州10个月了，每个月的这一天，我都奉命来送一袋金饼。我数过，每袋10块，每次我就顺上1块。我想想，陆思安也不会跟会主说去。会主，你是太阴会的，你为何没有犀牛刺青？谁跟你说太阴会的都刺犀牛啊？我干的是暗探，当然不会刺了。那你听谁调遣？我听洛谦，他是个校尉，皇上是护军令狐硕，在网上的领军，我就没见过了。洛谦，令狐硕。怎么又来了？还绑了个人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把这枚金饼交给陆思安，告诉他，苏某并非行贿，而是举证。快点儿！放人。陆都督，这就放人，不妥吧？把这4人给我抓起来！多谢都督。嘿，你是狄公弟子，那应该不是个蠢货才对。也不一定。断我财路，还把动静搞得这么大，是唯恐世人不知道我受贿是吧？今日陆某要杀人灭口的话，那也是被你逼的。在您的地盘，您要杀我，随便找个理由即可。可都督又是为何把我给请进来了呢？哼，早听说你跟那卢凌风要来杭州，却迟迟未到，我还以为你们俩死在路上了。多谢都督挂念。哼，我为什么要挂念？我与你2人非亲非故，更何况，你又怎知这长安城里就没人找我，欲取你2人的性命呢？就因不知，所以到了杭州，才没敢来拜见都督。走，出去！别推我！走！义兄，义兄，有他消息吗？你没事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没为难你们吧？哼，他们不敢。好了，我们回去。等一等，卢凌风呢？现在急也没用，只能回去等。